交易跟投資在股市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但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賺到超額報酬，只有交易者思維可以做到。交易者不是短線客，是整體性的系統思考人。你聽，你看，你感受，有一天你就懂了。自己的目標嘛，选自己目標。我们先講選目標好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麼選目標的，大家要的資本目標應該每個人都不一樣。沒錯，每個不一樣。哦，但是如果你去看所有創投公司的書，比如說我們最近拿那本叫獨角獸投資人還是獨角獸投資者，他是紅杉資本的創辦人寫的。哦，那你有去看什麼Peter Thiel 的從零到一？你去看所有的，包括那個 YC。你都發現他們要做一件事，他們都要找回報很高的公司，回報很高，非常高，然後他們也沒有人有辦法告訴你他怎麼評估有多高，他只要非常高，那他們通常的回報是30倍到100倍以上的回報，這對他們來講才叫回報到高。沒有任何的創投會投一年能賺15%到20%的公司。那像我們有個抉擇出現了，就是說。你想投的是15-20%的公司，還是很高很高的公司？我是要100%的，100倍，100%，100倍。那100倍的公司很難找，10倍很難找，对不对？很難找，而且大部分會失敗。對，因為那如果你把它想成一家公司，一家新創公司，它如果可以成長到30倍、50倍好了。它夭折的幾率很高，沒有錯吧？對。那你如果這樣選股，那本來選錯的機會也會比較高。就會在那邊了。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共識了，就是說這件事情它本來幾率就是小的，可是別人還願意做。好，那所以第一個就是他選的是什麼方向，第二個是他明明失敗幾率這麼高，就為什麼風險資本還活着，而且他的這個資本曲線還一直變大，他一定一開始只投一點點嘛。新創公司一開始的特色就是他們都看透了，就是有一個好點子，執行能力強，但沒辦法擴張，動不動就夭折、犯錯，那這都是嘛，股價也是嘛，對吧？會衝嘛，會回檔嘛，就一開始都不會賺錢，一開始搞不好他會賺錢的事情被他做到不會賺錢，對，常常是這樣嘛。對。可是我們現在已經運氣很好，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天使投資，天使投資人意味着一家公司。甚至它只有一個點子的時候，你錢就要投進去了。對。可是我們現在投的是股票市場，它是已經經過資本輪篩選，它已經 IPO 完了，而且它已經被市場認同了，它早就有獲利模式在裡面，它本來就是成功的人了。所以你現在進去的報酬率可能不會什麼50倍到100倍啦，但是市場上仍然可以用這個標準去區分有這種超額報酬的公司跟超級無聊的公司 ，OK， 我覺得就分這樣子，對，這好像真的跟應該說敢不敢想有關，敢不敢想有關，敢不敢想有關，敢不敢想有關。你剛剛講，我就已經能感受到，但太多人在問說，我怎麼知道這個東西，什麼可以帶來10倍報酬，可以帶來20倍報酬？兩件事，第一個是靠槓桿，你一定可以算得出很誇張，你做期貨選擇權做。第二件事情是創投的觀點。他只在乎2件事情，第一個，這是不是壟斷市場？第二個，他會不會改變原有的生意模式？你只要咬住這2點選股，那理論上它一定具有超額報酬的基本配備，它本質就在那裡了。OK， 或者是如果不知道要怎麼選擇，我們講選股好了。選股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選，是有超額報酬，是有暴賺爆到你會害怕的那種暴賺。你去把孫正義的基金打開，你去把 Peter Thiel 的基金打開。然後你去看一下他們都在幹嘛，他在選什麼啊？然後你慢慢會有那個思維，你聽他講話，這個東西就這樣，其實沒有很困難。然後我覺得這件事很公平，你叫一個再有經驗的投信、再有經驗的長者、再有智慧的長者、再聰明的人，他都要重新學。OK， 我覺得很公平。我覺得台股才不公平，台股就是比內線比什麼？但是針對這種事情，我覺得大家的利基點是一樣，所以其實很好選。我覺得沒有特別困難，因為大家現在風報比
其實很多人不太敢去想，不太敢去想，但比較輕鬆，其實是比較輕鬆，其實比較輕鬆。我覺得把風險比報酬比拉大，在投資在交易上很輕鬆，因為我舉例你今天你现在在这個街上，你要找一門一年可以賺10%的利潤的生意，太多了，因為你會覺得每一間都是，對啊，所以你到底要怎麼學習它的核心？但你現在要在這邊找出一間它一年可以成長50%、100%的公司，你走一圈就知道誰是或不是了。所以其實你就選擇困難就少很多了。我之前也跟像前同事們然後講說 ，OK， 其實我們的概念是這樣子，就是這種交易哲學是這樣，很像我們前面聊的那些東西。對，要有第一個你要敢去想，對，你是穩穩的這樣跟着通膨上去，還是你是想要翻身？可是他們好像會覺得說，就是大家還是會反問啊，就是說，那其實是你身上好像看似你本來就有一個好像很厲害的一個技術進場點，還有什麼買賣點之類的東西，你才有辦法這樣操作。對。那事實上是這樣子嗎？我完全沒有什麼厲害的買賣點，我就賺錢。我跟你說，那個假設池裡有很多魚，你有看到大魚，你有看到小魚，你唯一要做的是，你選擇要抓大魚的時候，你一定用比較大的網子嘛。我覺得我想要談的是，其實交易是你主動選網子這件事情。好，那我們就定義一下網子是什麼好了。網子是我要挑大魚，剛聊過了嘛。那這個網子它裡面一格一格的內涵是什麼？它有分選股，它有分買賣的技巧等等的。好，那你至少要知道魚長什麼樣子啊。我的意思是說，我當時什麼都不知道買賣點。我是做期貨嘛。好，那你最基本的，大家應該可以把期貨線圖打開來看嘛。打開來看之後，你就會發現，期貨你要賺到錢，比如說我那時候設定就是，反正我們就賺1000點或1500點。好，那我可以翻個1倍或2倍、3倍。我知道大家不敢想啊，反正我就要抓大魚，我的大魚就是這樣嘛。你已經先把我已經想好了，魚已經先畫好了，魚已經畫好了。畫完之後，接下來有一件事情是，你去看這個行情，1500點是這樣一次把它走完的幾率比較大，還是上上下下走完幾率比較大？你也可以不要知道幾率誰比較大，你就挑你相信它是上上下下走完，還是一次走完，兩種模式隨便你挑，因為漁網是你定制的。因為交易的思維跟投資思維不一樣，是我去定制一個可能性，然後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好。那我那時候發現，我選擇的是盡快的一次噴出上去的這個漁網。那它幾率比較小，我知道，因為大部分就是這樣上去。我是鎖定的是它是噴出的。所以我要下注的方法可能就是噴出多少我一定要進，噴出多少一定要進。因為你已經相信那個，我已經相信我就是漁網畫這樣的，所以它只要有回檔我就死定了。那這個是跟進場點，我現在談的是漁網，不是進場點。我都沒有談我什麼時候要把漁網放進去，我就是一個漁網，我就是放下去，它只要長這樣，那魚就是我的。其實這跟進場點無關，這跟我們認為行情應該會怎麼走，我們設定的漁網有關。那所以其實我當時在設定這個漁網的時候，我就知道如果連續跳空回檔。那當時的時空背景啊，如果連續跳空回檔350點，我會爆倉或歸零嘛。我就知道了嘛。那相反的，我現在討論一下如果我另外一個漁網，你聽得出來我要講哪一種漁網嗎？我剛賭的是一種漁網，那另一種漁網是什麼？我沒給你到，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就賭它上上下下好了。OK，那漁網套下去怎麼樣？就是我每次進場我都一定要等很多回檔，我才會再加碼。是。那你失去的就是它一路上去，你就沒有了。你隨便嘛，你也可以，你隨便你設定什麼樣，但這個漁網要 make sense， 就是說，不是你就是真的是亂設。對，不能什麼一次什麼直線旱地拔蔥3,000點。我每次都賭一次漲10000點那這個漁網就是你有點太不科學了一點。那現在有這麼多工具，所以我回到來講，就是說行情的走法你要去學習。那你選股有機會出現這樣的背景，你要去理解。那如果不出現你要的漁網的時候，
你怎麼樣不會死在路邊，就學這3件事就好了。所以其實跟進場點無關，這3件事都沒有進場點。當然那時候我有去細究一些，比如說要連續崩盤的時候比較容易走直線啦。是啊，我有去學到这個，但是我並没有覺得一定哪個點是最好的。我設定的情境是很恐慌的時候比較容易走直線，2020年走直線，2009年走直線。如果你回頭看，這個時候比較容易走直線。但是我做股票我不需要走直線，我想要一直加碼。我覺得是這樣子。OK， 你的漁網如果就是要賺10倍股，那10倍股長什麼樣？直噴還是不同噴？我股票一律都設定不是直噴，都不是。我期貨是設定直噴，我股票一律設定不直噴哦。做股票不要這麼辛苦，不要這麼辛苦了，直噴不好賺的。OK， 還是回到剛剛那個創投那個2個概念，就是它有沒有辦法改變世界、改變生態、或做到絕對壟斷，或者做到絕對垄斷。OK， 這個就是才符合我們想要的挑的這種肥魚。对 ，Palantir 它一定可以改變生態嗎？是它用在政府，它以後可不可以用在醫療？它還客製化，它有没有辦法用在材料學？它現在都還沒有進這些領域而已。所以它有這個可能，就提供我一些想象。所以它現在很貴了，我知道一直創新高，但是它如果還有機會跨到這些領域，那它還是肥魚。比如說，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顯而易見。台積電，我就覺得它就不是什麼肥魚啊。你要它成長，短期內有機會改變世界，不是它早就改變很久了。是啊，那它現在有沒有新的東西？我也沒看到。那它用來投資長期，我覺得 OK， 但它絕對不是那個產業，它不是。對，就是它的確是個好公司啊。它好公司，它是好公司，它超好，它很好啊。但是又養活那麼多人，沒錯，又創造那麼多利潤。台灣之光。但我擔心的就是台灣沒有肥魚，我覺得好可惜。我希望有了。幹嘛？你覺得量子電腦公司好不好？我很喜歡這個東西，就這個概念我覺得一定會成真，然後也會很爆炸的成長。那覺得危不危險？危險啊！在投資上，對，在這個公司的成長過程會不会折翼？可能會啊，可能會。那我覺得這是好公司。對，因為其實它有危險，它就表示它的成長曲線是大家不太確定的。對。那它有可能會改变世界，有可能失敗。對。所以面對這種危險的時候，你就投少少的嘛。你不要壓身家嘛。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啊。還有很多這樣的公司哦。其實這些東西，你就看電影看多了都知道，都有可能，就一定會來了，一定會來。對，那當開始有這樣的機會出現的時候，其實大家吸收的資訊應該是要去看待說，是不是現在來？那來了之後，特徵是什麼？特徵是什麼？你不要沒有特徵啊，不能沒有特徵。其實我打從以前我就覺得看電影學報賺股是一條非常好的路。我根本長期懷疑資方有介入這些事情。好萊塢嘛，我認為資方一定有介入，然後讓大家在這個投資項目上的大腦有這個概念洗腦。我認為一定有啦。你記不記得有一年我們看那個 Game Changer？它不是茹素的力量嗎？出來之後我說有沒有 ETF？就你就找到在英國有一檔，就這麼巧。我們7月看到那個電影，我們幾月看到了？9月 ETF 就上了。Netflix， 它是有天地良心嗎？還是他要炒什麼東西？所以去找到有 ETF 嘛，我就很相信這件事啊。而且這個串流平台現在好像是很好介入每個人大腦的一個手段。未來應該我們都知道，資訊是爆炸的時代了。光看現在世界 data 量就知道了，都已經那是成長的那個指數是什麼指數成長量，裝不下來。所以2件事情決定勝負，資訊是垃圾，未來資訊一定很垃圾。那你勇敢選擇資訊，就變得你是黃金。就是每一個資訊都有嘛。然後每一個人打開 AI， 一定都會篩選到我們今天談話的內容，有可能有爆炸性成長的公司。但不相信的人他就不做了，相信的人就開始試試看。然後第2個黃金是，你有資訊之後的執行的本事。就我有這個資訊，那我怎麼買進，我怎麼賣出？
未來只有這個，因為這個我們只有自己可以，我們要自己承受賺賠的，所以說到底，這個世界還是敢想的人比較大。你不敢想，資訊對你也沒有幫助。未來資訊一定是垃圾中的垃圾中的垃圾中的垃圾，除非你敢想，不然就是垃圾。一般人學習的那個路徑跟我們在學的那個路徑好像不太一樣。對，他繞掉了，他變成是他一進股市，就是聽資訊。就是靠資訊買賣，而不是我先打造了一個交易系統，然後進來聽資訊，然後因為這些資訊符合我的交易系統，然後我們可以用。到底一般人他們到底一開始最重要要建立的這種交易思維是什麼？我把我的經驗套用在我覺得每一個學股市的人身上，應該是可以，就是說你要先去下單，而且要先想好。因為我當時的過程就是我就直接做期貨了嘛，所以我們說第一個要學的就是交易技巧，是在沒有任何分析的情況下的交易技巧。如果你真的想要試試看什麼是交易，我不管你有多少錢，你拿非常小做最小的那個單位的台指期，你來做期貨看看，然後回過頭來看。不管是從零到一，不管是那個真操盤人生，不管是看我們每個禮拜的這個交易閒聊，或是資訊，你就知道怎麼用。因為你沒有去碰過沒有分析的可能性的商品的時候，你就不會去專注在執行面的東西。OK， 我覺得就先做，然後邊看，然後邊討論。因為講到股市教育。我覺得我現在要做的東西有兩個，一個是我自己可以用的，我真的很想要無腦交易；一個是不要讓身邊的朋友好像進入門檻這麼難的。那所以首先他必須要有時間先去試試看。我覺得做期貨可以，我覺得可以，一點點錢，非常少的錢，然後你要想辦法在這個遊戲裡面贏。就好像你進賭場，你也不知道怎麼分析四角招牌什麼，但你要贏要怎麼辦？就傻了，我進賭場什麼都不會。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先把視野。我會勸他把視野打開一點，你可不可以不一定要把錢放在台股 ，OK， 不是說台股不好，是你要把你的視野打開，去包容每一個可能性。你先看到，所以你就會發現，你要在這麼多商品裡挑一個好的，你就變成是挑好的了。我覺得先做這兩件事情，先做，然後把視野打開，然後我們做的那些股市教學的東西，他就一定會用得上。他如果沒有做這件事，他就用不上。不帶分析的交易，沒有得分析怎麼辦？蠻有趣的。沒有分析，這很像現在其實加密貨幣要分析什麼？幣圈也是這樣啊。其實現在對啊，好像年輕人現在大家很多人做這個。OK， 其實有點像，搞不好2、3年後他們就會遇到你當初走的一些路。其實我覺得做加密貨幣的年輕人，大概1個月內就體會我在講什麼。他們已經可以成為交易者了。我認為應該是，雖然我沒有認識。這樣子的年輕人啊，但只要做過一輪，大家都一樣了，逃不了了。對。